sun in my life.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.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, every shadow fades away. The sun in my life.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.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, every shadow fades away. 哎呦，小光，看大楼房，漂亮吧？哎呀，以前你妈给我钱我都不要，现在我和你爷爷使劲问你爸要钱，都帮你存着，以后都是你的，不然都落外人手里去了。奶奶，你和爷爷多花一点嘛，我都有。 我们在乡下有吃有住的，看病有医保，要花什么钱呢？哎，这别动，别动孩子，别动，别碰。我想帮他掸血的，他还有这么多叶子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现在叶子脆，血又重，一碰就断了。等血呀慢慢自己化了就好了。我怕他冻死嘛，还这么小。 等到过年了就长大了啊！啊，没事。奶奶，我妈说过年要去滑雪，那我过年就不能过来了。我年前年后都来看看你。去吧，多见见世面。奶奶这儿不用常来，乡下没什么好玩的，我们身体好着呢。你长大了，得花点时间好好谈个恋爱才是正经。 你们怎么今天都说这个啊？啊？你妈也这么说了？可以谈了，我孙女长这么漂亮，肯定很多人追，要睁大眼睛好好挑一挑。挑什么啊？挑男朋友呀。我在追你，希望是你的福利，不是你的负担。你说，你还喜欢着别人。 那有什么问题？我让你挑。哎呀，我不要挑了。哎，奶奶，我饿了，我们赶紧弄一点菜，然后回去吃饭吧。林雨森他怎么能用那么坚决的口吻说出那种话？小光，快走呀！哦，来了。妈，雨森在忙什么呢？在不认真的帮师兄看论文，给一些意见。不认真？注意力难以集中。我儿子我最了解了，从来都是专注力一流。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没什么不好的事情，
等有了把握再告诉你。难道说我儿子要有动静啦？妈，好，我不问了。打电话是想跟你说，我跟你洛说啊，2月初要去北京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，所以今年你就不用千里迢迢来瑞士过年了。那太好了。自从爷爷奶奶过世后，你就再没有回来过。不过我不打算回上海，上海那边你也就别提起了。我知道了。奶奶今天啊给你烧柴火饭吃，是带锅巴的。那我来烧火啊，冬天烧火最舒服了。哎呦，你还会啊？当然啦，那教的我肯定忘不掉呀。好。哎呀，你才回来啊？小光来了，你也不说一声。哎呀，我去买熟食去了，还有小光最爱吃的烧饼，你看，看。别碍手碍脚了，捉只鸡来。好。好吃吧？好吃。家里烧的红烧鸡最好吃，外面根本吃不到。外面鸡啊是喂饲料的，哪像我们家的鸡是自己养的。还有啊，柴火烧出来的饭菜啊，味道就是不一样。哎呀，当初啊，我要这个灶头，你爸死活不同意呀，说是不够现代化、不协调，让人看笑话。那个时候他飘得找不到北，倒是你妈妈说还是弄一个吧，才没吵起来。你吵起来，爸爸也吵不过你。你都说了多少回了，他回来一趟吃顿饭你就说一遍，说着他都不来了吧？谁稀罕啊？他爱来不来啊？我看见他还来气呢，他不来才好。奶奶不生气哈。哦，对了，我妈妈给你们拿了好多东西，都在后备箱里呢，等下记得要搬出来。你妈妈什么都好，就是太体面了。体面不好吗？这体面人吧，哎，太讲分寸，太讲道理了。跟男人不能讲道理的，否则就瞪鼻子上脸了，就要打。要管到他服气。你看你爷爷，被我管得服服帖帖的吧？以后你有了男朋友我再教你啊。奶奶说的对，听奶奶的。奶奶，你辛苦，多吃点。哎，我呢？爷爷，你听话，你也多吃点。自己种的，带给你妈，吃不完就送人。好。奶奶跟你说的话，你记得吧？什么话呀？睁大眼睛挑男朋友呀，好好挑一挑，拿不准嘛，带回来让奶奶帮你看。知道了，那我回去了。再来，爷爷。好，路上慢点啊。好，我改天再来看你们啊，慢点啊。好。明天上班又要看见他。西瓜，西瓜，西瓜。
西光，你怎么看着这么萎靡呀？昨天熬夜了？啊，没有啊。可能是太冷了吧。是啊，昨天半夜又下了雪，还好我们办公室有暖气。同志们，来，拿上你们的武器。来，昨晚又下了一场雪，不把道路清出来，没办法工作，还有安全隐患。按照往年惯例，各部门分区清扫积雪，待会儿林总也会参加。大家辛苦了。好，拿好工具，准备出发。好。我们部门分到的是精细活，清扫楼顶上光伏板上的积雪。张总，林总，你们已经上来了。我来得早，把林总拉上来了。你们也开始吧。但是张总您，小王，你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我年纪大了？清扫光伏板这事我每年都干，你们林总还不如我熟练呢。这倒是，刚刚张总传授了我不少技巧呢。那张总您小心路滑啊！好，大家开始干活吧，自己分配一下区域啊。行。西瓜，还是从这儿开始吧。哎，这个雪好像比底下的薄哎，是不是因为光伏板比较热，积不起雪啊？因为技术部的同事们元旦加班清扫过，光伏板上的雪要及时清理，不然结冰了，也许会对光伏板产生损伤。哦，懂了。哎，大家轻一点，别擦到板面，造成磨损。好。光伏板没擦伤吧？擦伤不会要赔钱吧？你们先关心一下自己有没有摔伤。没有，谢谢老板关心。我也没事。分工吧，你们扫近的，够不到的留着我来。好。西瓜，你也太麻利了，这么快有鬼在追吗？哎呀，年轻人啊，多穿点，不要只要风度，不要温度。给我吧，辛苦了。我看其他部门的人还没回来，看来我们部门最有效率。哎，大家喝口热水暖一暖，一会儿林总开个会啊。年会的方案我看了，改一下流程，少一些严肃的讲话，多一些轻松愉快的环节。好的，回头我们再讨论修改一下。今年的大环境不好，很多同行都倒闭了，我们的奖品预算是不是要削减？和去年保持一致吧。另外，除了实物奖品外，也可以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奖品，比如带薪假期1周之类的。这个可以用，这个好啊，那大家肯定喜欢啊。实物奖品要采购起来了，冰姐想您负责吧，比照去年就行。年会的场地也要尽快定下来，除了几家常合作的酒店，其他的地方也去看看。
是不是有更好的价格？哎，多拍点照片回来。好。另外还有件事，食堂的承包商可以换掉了。我就说完这家不好吃，这还吃拉肚子呢。一定得换。好了，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，大家散会吧。林总，有个事情跟你汇报一下。你看，这个方案我们还要调整吗？预算刚刚好，不用调整。一会儿我送到你办公室签字。好。我们只是跑跑腿，回头都是要报上面的。不过说实话，你们这个价格真的没什么优势。我们的场地比较新，配合度也高。新就是名气不够。我们年会也是要讲排场的。上当了，上当了！原本我还以为是个光明正大溜达的好差事，结果没想到腿都快跑断了，嘴都要说干了。但是你说的特别好，那是，砍价可是我的天赋本能。好累啊，我去买点饮料恢复一下。谢谢。啊。哦，谢谢。这个还蛮好喝的，喜欢。怎么啦？你元旦回来之后就有点奇怪，难不成你跟林总去上海一起参加婚礼，跟他闹矛盾了？没有。那你这几天干嘛把做好的文件给我，让我一起去给林总签字？还有，前天我们一起坐电梯的时候，林总恰巧进来，你这样低头看脚丫子干嘛？这么一想，扫雪那次也很可疑。你动作这么麻溜，不会是为了躲林总吧？你干嘛？你这个眼神很不善良。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吧，松鼠桂鱼和鸡头米。你别试图转移话题，我看你这个反应不像是得罪林总了，不会是？小聂啊，晚上请我吃饭吧，我要跟你爆料，师弟那个混蛋居然挂我电话，我要告状。这个混蛋，我帮了他这么多忙，现在找他帮个忙，他居然挂我电话。他不仁，休怪我无义。小聂，你一定要认清他人面兽心的真面目，还有他硬赖在医院跟我们讨论手术方案，你懂的吧？当然，他的确给我们了许多有用的建议。还有什么？哦，一起吃饭，这些都是他干的，你肯定都知道。管你参加师妹婚礼这种无耻的事情，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？不用多说。不过方师兄，你真的是来爆料的吗？哎呦，小聂跟我师弟混久了，有长进，不错。我呢，纯粹是无聊。他现在这副样子，是在丢我师门的脸，你懂的。他都跟你说了？哎，他这个人闷骚得很。当初要不是要我帮忙，没办法，追妹子的事情都不会跟我说的。哦，现在的这个情况，用得着说吗？打电话给他，
才提到你的名字，一个字“忙”就挂了。这明显是吴延倩江东父老了呀！还真有江东父老啊！小念，我师弟你都看不上，这眼光得多高啊！那福利也是要缴纳保险金才能享受的，不可以不劳而获。什么福利，什么保险金？小念，你说话我怎么听不懂了？这深奥的感觉，跟我师弟越来越像了。哎，师兄，那吃鱼。想用鱼堵住我的嘴，我还真是饿了。啊，吃了2碗，终于吃饱了。那今天我值夜班，一会儿我就不送你了。我发信息给师弟了，一会儿他来了会带我送你回去的。方师兄，你这也太明显了吧？哦，是吗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外科医生呢，平时做手术都比较精细啊，生活里边呢就特别的简单粗暴，习惯一下。看见没？我师弟当年拎个饭盒去吃饭，都能摔倒一整个食堂。如今虽然老了点，但也不减当年风骚，有没有？哎，小念，你想啊，要是把他拿下，当年我们一整个医学院的师姐师妹都会不远万里的对你羡慕嫉妒恨，这多么带感啊！激不激动？爽不爽快？师兄，你别吓他了。我还没吃饭，介不介意我把剩下的给吃了？今天小聂请客，他没意见，真没意见。哎，本神医要去服务人类了，你们2个等一下随便谁买下单啊。要不你再点些菜吧，这些全都是吃剩下的。不用，没关系。哦。怎么主动跟我说话了？我还以为你会吓得立刻跑路呢。哪有？你也再吃一点。买单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说好了要请方师兄的。我来吧。我来。给。我来吧。之前跟你闹着玩，现在都摆明车马，难道还能让你买单？这边车不能开过来，要走一段路。嗯。他今天来找你，我事先并不知道。他说的那些话，你不用太在意。他说，陆小姐她并没有请我参加婚礼。
啊，原来是越级打小报告来了。真是这样？是啊，那时候还没摆明车马，肯定要绞尽脑汁创造机会。我还以为你会不好意思一下。都那么直接过了，现在不好意思，好像也来不及了。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。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，会是什么样？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？两个人都这么直奔主题，会不会一拍即合？那大概也很好。要是我先认识你就好了。糟糕，怎么把心里想的说出来了？这话好像有点过分。他不会生气吧？哎呦，怎么现在一碰见他就举止失常呢？那个，方师兄找你帮什么忙啊？他有篇论文，跟我之前研究的课题相关，让我看看，给点意见。他明知道你，还叫你做这些，早知道不请他吃饭。没关系，我已经不介意了。直面手残的人生啊，矫情1年多也就够了，难道矫情一辈子？其实，我这几天一直在反思。那天是我太冲动了，把你吓到了。哦，没有。哪里没有？这才几天，黑眼圈都出来了。希光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说那些话。如果给你造成困扰，我很抱歉。这句话好耳熟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和蓉蓉的关系，不然我不会那样跟你说的。希望没有造成你的困扰。不要这样说，不要这样说。好了，我不这样说了。不过，我说什么了？害得你都快挂眼泪了，真爱哭。不要道歉，不要因为这个道歉。毫不道歉，我只是看你躲我躲得很辛苦。我以后不这样说了，我保证。你也别躲我了，好不好？这样你累，我配合让你躲，也很辛苦啊。你配合我？难道不是我这几天聪明伶俐，闪避拉满吗？不然呢？天天想办法跑场区和外务，我明天实在想不出什么借口再出去了，所以。你也别躲我了，好吗？不会了。真的？那今晚陪我加班。啊？
认真的。当然。我们半夜来2期厂区工地干什么？有个问题，想征求下股东意见。你别乱扣帽子啊！我才不是，休想让青春年少的我承担我不该承担的责任。现在这么警惕了？全靠林总教诲。到底什么事？快说！过来看，这是2期厂区的总平面图。我们现在在这里，这里以后是2期厂区配套的光伏停车场，这边会加建一个食堂，方便厂区员工用餐。但是那边还有块空地，一直没定下来做什么。跟我来，就是这里。我们脚站的地方，一直到头。你有什么建议？你这么突然问我，我肯定说不出来什么呀。不过我一直觉得，我们厂区很生硬。生硬？是啊，行政区、宿舍区有草坪，有很多绿植，厂区绿色相对来说就少很多。这里要不就增加一点绿植，不如做一个光伏生态小花园，用光伏发电，下面草坪、绿植，摆些桌椅，顶上装那种可以转动的光伏板，晴天可以遮阳。阴天敞开，免得遮光；下雨天全封闭挡雨，还可以建个小房子，卖下饮料、甜品，大家肯定很喜欢。你看行政楼就有一个这样的地方，厂区却没有，也可以安排一下呀，让厂区员工在休息的时候也有地方透透气。非常好，我也觉得。那就这样，本股东拍板决定了，麻烦林总抓紧时间落实一下。你说我是现在就交代员工落实，还是明天再说？这么晚了，当然明。等一下，现在是什么意思啊？听股东的话，立刻落实的意思。小聂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和各部门沟通推进了。你就完全不管啦？怎么会？我负责签字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下班了，我送你回去。他好像在给我打工，又好像是我老板。他好像在追我，但是又给我派了一堆活。这件事情抓紧时间去办。丁总，小聂也是吧？林总早上和我打过招呼了，关于B2空地的事情，要建一个光伏小花园。对，林总说前期让我推荐一下。行。小婉，我们和管理部的小聂一块开个会。对了，问一下技术部的花总，看看他有没有空一起参加。好。所有关于B2的资料都在这儿了，
一共是1亩2的土地，咱们主要有什么诉求？我也是昨晚才接到的任务，想法还不成熟，想和各位讨论一下。初步想法就是想建一个厂区员工午休时间可以休息的小花园，有光伏顶棚可以遮风挡雨功能。厂区绿化过于少了，就想增加一点绿化。哎，那需要有主体建筑吗？主体建筑要有的，不过不用太大，占地面积200多平方，可以建2层。这个倒是不难。小婉，做一下记录，联系设计公司，让他们出几个图，连预算一起。好的。林总，华总，坐。哎，刚才电话里和您说了，林总也和您打过招呼了吧？说了。我就一个问题啊，是要做 BIPV 还是 BAPV？ 哦，那就是 BAPV 嘛，建造一个独立的屋顶光伏系统，对吧？那叫我来干什么？这太简单了，大哥啊，你跟他们对接一下。好。林总交给你的新任务好像很复杂啊！我看你这几天不是在各个部门狂奔，就是粘在椅子上埋头苦读，这什么啊？你也不是很懂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太好了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无知。姐妹，你可以诋毁你自己，不要拖我下水啊！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啊？我好歹也是公司的人，也没听过啊。我还了解得很肤浅，但是大致来说呢 ，BAPV 就是在已有建筑上安装光伏发电系统，比较独立，就像我们楼顶那样。BIPV 呢，就是建筑集成光伏发电系统。在建造的时候就一起设计，把光伏板作为建筑材料集成到屋顶啊、幕墙啊、遮阳棚等部位，和建筑融为一体，更加节能和美观。当然，建造难度也更大。哦，这样啊。做了才知道，一个小项目落地要这么复杂。采购部、技术部、工程部、财务部，每一个部门都要打交道，很多东西似懂非懂都要学习。我真的太会给自己挖坑了。燕姐，你说我是怎么做到既是甲方又是乙方的呢？虽然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是我觉得你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。是的。人是有很多面的，老板和下属是可以无缝切换的。各位，有个关于食堂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来，干啥好事？食堂换承包商的事啊，进展神速。根据后勤部传来的消息啊，经过层层筛选，现在只剩3家做最后的竞争。因为价格相差不大，林总给了建议，食堂不能光看价格，也要看口味。最后决定每个部门出2个人去食堂试吃投票，试吃大会就在明天。那我们部门谁去啊？哎，这种为全公司员工把关的事，大家肯定谁都想去。但是名额有限，为了兼顾公平，经过我再三考虑，抽签。对，这样最公平了，谁都没意见。对。看到袋子里面的纸片了吧？里面有2张写的字，谁抽中就代表咱们部门去参加。这纸上都写的什么呀？这抽到你就知道了呀。谁先来？抽到我。哎，林总，这么热闹，就是那个试吃，我们打算抽奖决定，你要不要参加？不行，这样会降低概率的。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欢迎我参加的意思？当然，换食堂是林总你的决定，功劳最大，理应参加。小丁说的对，我们再加个纸片啊。
谁先来啊？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。行，你先来。主管，你摇晃的不充分，我的命运一片空白。林总，我最后吧。啊，行，那我先抽了。那诺诺，来，那来吧，同志，来。是不是这个吃货？这个的确蛮适合你的。就是这个，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吃货了，将在林总和小聂中间产生巅峰对决了，谁才是我们管理部最后的吃货？一起吧。好。糟糕，小聂才是那个吃货。那一点乌云密布，那点弯弯曲的路，走走停停数不胜数，爱才不那么仓促。昨天下的雨停了吧，今天暖阳正浓，曾经只站在角落的我，想试着在你身后，再错过，再等多久，只因你而心动。是穿过了人海匆匆，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，紧紧抱，轻轻拥，想守住你温柔笑容。是越过了阻碍重重，此刻想试的是你眼眸，不退后，不怕寒冷的冬，阳光只肆你也似我。梦远了，梦醒了，梦碎了，不过就是场梦